Hello， 宝宝们，咱们又见面了。说起2021年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角色，小编相信大多数人的回答会是周生辰、于途和温客行这三个人物。可以说，这三个人物就将娱乐圈搅的是天翻地覆。龚俊凭借《山河令》中的温客行一角就敢和2大选秀节目 solo， 杨洋饰演的于途更是凭一己之力将整个低迷的暑期档大盘拉了起来。任嘉伦饰演的周生辰干脆常驻微博，那段时间铺天盖地的都是他的消息。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回顾一下2021年的热门电视剧以及剧中的那些高光角色。首先要说的自然是咱们的温大善人，饰演这个角色的龚俊凭借一袭红衣和红色眼影就血洗了 B 站，这杀伤力真是杠杠的。而在说这个角色之前，小编还有一点要和大家分享，这部剧在播出前几乎可以用查无此剧来形容，就连代拍都没有几个，毕竟当时的主演远远没有现在这样红。这样的惨状大家能够预见吗？而这部剧在刚播出的时候，又正好卡上了《创造营2021》和《青春有你》的火热开播。原以为在2021年的春天，大部分话题和热度都会被这2档综艺给占据，毕竟选秀节目的火爆程度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但谁又能想到，《山河令》这部剧愣是在近200余人的比赛中，活生生的杀出了一条血路，给了大家一个非常难以忘怀的春天呢。虽然这部剧目前在国内已经下架了，但一点都不妨碍它带给观众的快乐和惊喜。尤其是龚俊饰演的温客行，这部剧是根据 Priest 的原著小说《天涯客》所改编的，讲述的是浪迹江湖的鬼谷谷主温客行和离开庙堂逍遥自在的周子舒，因为江湖事牵扯到一起，进而相识相知的故事。该剧的题材大家也清楚，而这部剧在拍摄的时候虽说远远没有原著那样露骨，但却也是让原著粉惊喜不已的。原著中的温客行在面对周子舒时是一个骚话不断还惯爱开屏的孔雀，虽然有时候也比较正经，像一个犯错事的小可爱，时不时的露出委屈巴巴的表情，但还是撩人的时候多一点，也更有魅力。温客行初次见到周子舒使用4季山庄的流云9弓步时，他会说得罪兄台莫怪，兄台这步法翩翩若仙，小可一见难忘，这才特意前来想再见识一番。被周子舒怀疑自己跟踪他时，他会可怜兮兮且有理有据的说道，尾随不是兄台吩咐的说有缘江湖再见，我这不就来见你了。从这2段话里能感受到的完全是一个有礼有节风度翩翩的一介书生，还惯会装委屈，一副都是你的错的模样，别提多招人了。除此之外，面对周子舒的时候，温客行还自动解锁了搭讪技能，台词还极为大胆，什么烈女怕缠郎，还有阿旭周相公可怜则个把，简直不要太甜，小编的少女心都要被撩起来了。所以温大善人变温大善人，你觉不觉得你好过分哦？你觉得过分吗？作为一名武功高强的江湖人士，怎么能少得了打戏呢？在温客行的打戏名场面里，小编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和周子舒在水上的双人舞。其实这不能怪小编口误的，任谁看了这样的场面不会怀疑这是2人在跳双人舞，或者是借打戏为名的调戏。2人行云流水极具美感的打戏，再加上观众看着2人的滤镜，那一幕真的太美好了。而且从温客行眼角眉梢透露出来的温柔，可以证明这绝对不是很正经的过招就是了。不过2人的这次过招本来就是增进感情的大闹而已，也用不着下死手的。而剧中第一次表现出来温客行鬼谷谷主的身份的话，还是温客行驯化众鬼的时候。那时的温客行虽然是在笑，但无论是下手处置白无常，还是说的话都是非常狠辣的。此时的温客行是一个疯子，但却疯得很有美感。杀白无常的时候虽然没有红了眼，但作为众鬼的老大，从某种程度来说，杀戮只会让他更加兴奋。他虽然在笑，但是众鬼却在颤抖。这个片段还有一点特别戳动人心，他问黑无常自己杀了他的伙伴他是什么感觉，他心里会有怨恨吗？这个问题不是没有缘由的，因为他想知道和阿旭分开以后阿旭是什么感受。虽然老温的眼神是愤怒疯狂且毫无人性的，但当黑无常说杀得好的时候，他的眼神呆滞了，然后是失望，最后回到了他自己原有的身份上，鬼谷谷主。本就注定一人，何苦自找无趣呢？温客行的人生早在父母去世的时候就停止了，他是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他在鬼谷里唯一的温暖是自己一手养大的故乡，但却死在了大婚当日，真是印证了那句客行悲故乡。遇到周子舒后，他找到了生命里的光，但那束光却不能陪他更长的时间。知道阿旭身上的钉子会在子时发作后，他会彻底消耗自身内力为他吹箫，以缓解他的痛苦。最后为了救阿旭，他也宁愿牺牲自己以命换命。但就像他说过的那样，
我这一辈子想快快活活玩的时候没能快活，等长大一点想跟着爹娘习文学武了，又没有人教了，你说岂不是十分不合时宜？所以温客行在大结局的时候会说，你身上有光，我抓来看看，小编都要泪奔了。周子舒和温客行就是彼此生命里的光，彼此治愈，彼此救赎。虽然在这部剧里的彩蛋部分，温客行和周子舒的结局还挺美好的，但是老温红衣白发的造型真的有杀到小编。可以说剧中的温客行是美强惨的代言人，虽然世界被黑暗笼罩，也曾想过让整个江湖都毁灭，但终究找到了一条通往人间的道路。幸运的是，那条路上他并不是一个人，奉披美人之名，温客行当之无愧。反正看到最后，小编都希望自己能遇到一个像温客行这样的人，但很可惜，小编不是周子舒，终究不配拥有，所以只能含泪祝福了。感谢龚俊，感谢你让大家遇到了最好的温客行，在那个春天可以和你相遇，真的再美好不过了。如果说春天的美好是因为龚俊饰演的温客行，那夏天的热情就是杨洋的于途了。在《你是我的荣耀》这部剧中，杨洋饰演的于途更像是一个普通人，将男神的仙气化作了平凡烟火气。也正是这个平凡的普通人角色，让作为演员的杨洋再次破圈，成功突围。杨洋饰演的于途虽然拥有着清华大学学霸的标签，但却照样要接受社会无情的拷打。原本可以成为金融精英人士的于途，为了实现自己的航天梦，最终选择成为一名航天工作者。但是接下来的生活却远比他自己想象的无奈和波折。为生计奔波，买房靠父母拿首付，自己背房贷，出行坐地铁，无法顾及年老父母的晚年生活，实现了自己梦想的于途，开始在现实的窘迫里迷茫。这样的角色，即便颜值依旧在天花板范围里，他的生活却踏踏实实地踩在了地面上。于途更接地气的人物设定，让每一个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辛苦打拼的年轻人都有了实实在在的代入感。梦想再牛，在现实面前，谁都能瞬间成为弟弟。杨洋演的于途也不例外。通过杨洋的诠释与表达，于途的迷茫、挫败与无奈走进了每一位观众。他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人物角色，他更像是我们身边的人，和大家一起感受着平凡才是真的生活。而杨洋在这部剧中的演技，也让于途这一角色有了烟火气。他不是遥不可及的白月光，更像一个事无巨细的身边人。他演出了一个男人对事业的追求与热爱，展现了面对家庭困境的挣扎与徘徊，更演出了对喜欢女孩的深情和苏感。他会每天给女孩带早饭，能够事无巨细地照顾女生，考虑对方的职业和理解对方的情绪，不耍大男子主义，一切的交往都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所以才有了网友在追剧之后会说出希望尽早实现一人一于途这样的大胆的话。甚至在公园相亲角，你也能发现于途的身影。在这个新时代长辈替代儿女相亲的主战场，有家长直接以于途为标准为孩子征婚了。在这则征婚信息上，家长填写的对男方的要求是高知善良。为了让这个抽象的标准具体化，后边直接附加了一句像于途一样。任嘉伦在《周生如故》中饰演的小南陈王一角，手握70万王军，一生戎马，心怀天下，为百姓炊烟不断的理想，而甘愿放弃自身的幸福。在庙堂之上，为了打消皇室宗族对他的忌惮，他当众立誓不娶妻妾，不留子嗣。然而他的隐忍和大义丝毫不能减轻王室对他的猜忌，最终他命丧在一场并不高级的政治权谋中。一个近乎完美的男人最终遭遇剔骨之刑，这让沉浸在他和小徒弟凄美爱情中的西周百姓唏嘘不已。可以说周深沉这一生都在为国为民，因此放弃了自己的最爱。那句臣此一生不负天下，为负11，不知道成为多少人的泪点。如果周生辰知道自己的死却换不来11的生，他会后悔吗？美强惨男主周生辰想一次就痛一次。该剧刚开播的时候曾遭受过不少质疑，很多人认为这部剧的造型整体显成熟，对任嘉伦的美颜不利。毕竟锦衣之下的陆毅珠玉在前，想要超越这个经典角色实属不易。然而随着剧情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真香了。面对美强惨的周生辰，不少人彻底沦陷，难以自拔。该剧不仅打破了播出平台多项纪录，还带动了现代片一生一世的大火。而今周生辰这一人设已经一跃成为2021年古装男主的天花板。周生辰已经成为众多网友心目中的白月光，一年修得周生辰的赞美，说明这一角色美誉度之高。当然了，2021年其实还是有很多好剧的，剧里的角色也一样出彩，像《御赐小仵作》里的萧景玉就是深受观众好评的角色之一。你觉得哪些电视剧里的角色也很出彩呢？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好了，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咱们下期再见哦。